乳癌是女性发生癌症的第1位。除了遗传之外呢，哪些生活习惯也是会诱发乳癌发生的高危险族群呢？像例如说晚婚或者是晚生，为什么这种也会得乳癌的几率高呢？晚婚你就没生孩子嘛，月经的次数就多，黄体素跟雌激素这样的刺激，乳腺就得乳癌的机会就会多。你就提到就是说乳癌跟昼夜节律失衡是有关系的，昼夜的节律乱掉了啊，某种程度是有压力的。这样我觉得跟癌症可能不只是乳癌，其他的癌症也有或多或少的间接的关系。还要包含像是有忧郁症的人，他本身情绪不好，可能会生理上就会受影响，他可能就得了癌症。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癌症呢是10大死因的第1位，而且呢它是缠连了好几年的。那其中呢，乳癌是女性发生癌症的第1位。那当然啦，家族史可能会是影响乳癌罹患的这个主要原因之一。除了遗传之外呢，到底还有哪些人或者是哪些生活习惯也是会诱发乳癌发生的高危险族群呢？今天我们欢迎的就是乳癌治疗的权威医师张金坚博士。张医师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张医师啊，乳癌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它这个遗传，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哦。那我在看到你的一些很多的文章里面就有提到，像是说有卵巢癌啊、子宫内膜炎啊，或者是肥胖的患者，或者说喜欢吃高油炸的人，他其实也都是比较罹患乳癌的一个高危险族群。常常我们一般的民众或者来跟我看诊的这些妇女朋友，或者真正得到乳癌的这些病人或他的家属，都一个问到说，我也很规规矩矩的吃，我也不会乱吃啊。我家里的人也没得乳癌，那偏偏我为什么得乳癌？事实上呢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成一种叫做乳癌的高危险群。那高危险群里面又分这个最高的、一个中的，一个比较低一点的高危险群。那我们普罗的这些我们的一般的妇女朋友当做1的话，那最高危险群就可能有7、8倍之多啊。次高呢就可能3、4倍啊，再来比较低的呢，可能就1倍半到2倍这个高。那这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最高的那就是什么？就是有家族史，特别家族史里面有2个人得，那更厉害啊。或者家族史里面一个得乳癌，一个得子宫内膜癌或卵巢癌，那也会得的机会就高啊。还有一个情形呢，就是说得的人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而且得的时候是2侧的啊，那这样的话，他得家族人得的机会就最高啊。那像安杰丽娜·裘迪那个更高，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她的阿姨是得乳癌，她妈妈是得卵巢癌啊，她2个这个妈妈跟阿姨都去做那个 BRCA1， 结果发现真的是有突变，那这样对家里的成员就会怕，所以呢，安杰丽娜就去做，结果我发现她做的真的也有，那真的也有，现在没有，她将来到她这个有生之年呢，得乳癌的机会就可以高达到80%到90%，得卵巢癌高达到50%到60%，所以呢，她后来就决定就是说，在没有得以前就去把它拿掉，那这样拿掉了以后就没有乳房了，就不会得乳癌了。拿掉你就会说，哇，它是不是破相损形了，就很难看。不会，因为现在拿的方法可以从乳晕那里切一个到伤口，腋下再切一个到伤口，然后整个乳房就可以拿掉。拿掉以后又可以把它装进去，搞不好你本来是D罩杯的，现在加一个E罩杯、F罩杯更漂亮，所以就有傲人的双峰，所以不要怕。那你又说他会得卵巢癌，说卵巢拿掉了，那没有荷尔蒙是不是？那就很像不是女人了。真的卵巢拿掉了就没有卵巢，就不得卵巢癌。他隔2年又再去拿卵巢，但是呢，你现在不得卵巢癌了，你就可以吃荷尔蒙的补充了。那你乳房的乳腺指数也拿掉了，你也不得乳癌，所以荷尔蒙补充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吃，那就还是很漂亮啊。你看她那个安杰丽娜·裘迪，我认养了7、8个孩子哦，你看也有非洲的，也有什么，真的实在是也不错，我觉得这样。那我刚才讲了，这个就是最高的。那次高呢，就是说早月经啦、晚停经啦，或者停经以后荷尔蒙补充啦，或者高脂肪、高热量，这些就是3倍到4倍。比较低的呢，就是可能比较晚结婚或者没有给孩子喂奶。这些就会
得乳癌比较高一点，或者呢吃了像刚才你讲的，比较塑化剂啦，或者吃了一些有农药的这个蔬菜啦，或者吃了这个热食里面用塑胶袋装啦，这时候可能就会得了一些跟荷尔蒙有关的这些乳癌啊。那普罗大众呢，就是叫做随机的，真的他也均衡饮食，他也运动，他也维持基本体重，偏偏他就有，那没办法。医生，你刚刚讲的第1集、第2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像例如说晚婚或者是晚生，为什么这种也会得乳癌的几率高呢？因为晚婚你就没生孩子嘛，因为人是这样，你早月经晚停经的话，月经的次数就多，月经次数多就周而复始的，每28天就给一个黄体素跟雌激素这样的刺激，乳腺就得乳癌的机会就会多。你如果晚婚的话，就会得的多嘛，因为你就没生孩子，没有什么。你如果生孩子，你的时候在怀孕的时候就没有月经了，然后完了再加上喂奶也没有月经了，那这时候就不会有荷尔蒙的刺激。所以人家说，这个是两难呐。你早月经、晚停经，有傲人的身材，又皮肤好的，然后像女人，你们很早停经，当然得乳癌少一点，但是呢，你就卵巢退化了。这个就是两难了，上帝很公平，也很不公平了，就是让你要漂亮，但是又让你得一些病。张教授，你这边也有在长春月刊写到一篇跟乳癌有关的文章哦，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你就提到，就是说乳癌跟昼夜节律失衡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如果从事一些夜间工作的人，像什么医疗人员啊、空服人员，或者是24小时便利商店的人呢，他们这样子的女性，她们得到乳癌的机会是会比这种固定上下班的人高。为什么？这个也说实在的，我也是听到这个，还有看到这些文献以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地球啦，造物者真的很微妙。奇怪呢，昼夜节律怎么搞一个24个小时，然后真的晚上就是要睡觉，白天就是要工作。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昼夜节律也是好像2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就是说他就是用从果蝇，因为既然果蝇也有这种昼夜的节律，才发现说人和动物或者哺乳类都有一个晚上跟白天，怎么那么巧？差不多跟我们的地球这个自转的时间差不多所以呢，这个昼夜节律就来了，就学问大了。就是说，当你该睡觉的时候睡觉，那你脑就可以休息。脑休息的时候，我们知道有那个脑波，就有阿瓦波啦、德尔塔波啦，或比较慢的波，这些都是什么？让你休息的时候有浅睡期跟熟睡期浅睡熟睡的时候，有时候就把你脑的白天的资料帮你整理，还有些把你脑里面的废物，好像垃圾就帮你清掉。对所以你睡得不够，清理这不干净，隔天就那迷迷糊糊。所以呢，昼夜有一个节律以后，就打一个比方，如果你睡得好，该睡的时候要睡，比如说10点要睡，你却延到1点，那它要制造那个褪黑激素就制造不出来。褪黑激素呢，就某种程度有在安定你的心神的状况的时候，那这个美拉托宁的东西就某种程度跟免疫有关如果你这个褪黑激素没有的话，那可能免疫就差，可能这样就是变成夜班子啦，或者夜猫子啦，或者空服员啦，或者像你讲的全家便利啦，还有一些护理人员。所以现在不是说护理人员夜班要给你加薪嘛？那白班就在抗议所以呢，说起来我现在是替这个题外话，不替护理人员是申冤，他们这么辛苦，很难怪他们不去做护理人员。那我们再来讲到，就是说这个昼夜的关系，就是说跟这个免疫很有关系，还有我们跟脑的这个，你如果说睡得不好隔天起来精神萎靡这样等于也是一种失眠。所以呢，失眠的人真的很痛苦，盯着天花板睡不着觉睡了一下子又醒来醒来就睡不着做噩梦甚至于梦游，哇，这些都是奇奇怪怪，或者呼吸中止症。所以呢，这些在都影响。再来一个人睡不好、失眠、美拉托宁减少以外，昼夜的节律乱掉了某种程度是有压力的。这样我觉得跟癌症可能不只是乳癌，其他的癌症也有或多或少的间接的关系。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乳癌有可能的高危族群，应该还要包含像是有忧郁症的人，或者是失眠的人，因为他的昼夜这个忧郁症就是
我常常要讲说它有关系，又没有直接证据，所以我就是说一个保留啦，就是说真的忧郁是不好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在谈忧郁症。现在什么世界3大，一个就是忧郁症，一个就是癌症，还有一个就是艾滋病，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那这忧郁呢，它本身情绪不好，可能会生理上就会受影响，比如说吃得不好，或者就压力增加，可能就得了癌症，然后甚至于内分泌的系统就不好，可能就得了自体免疫，可能自律神经不好，就睡不着觉啊，或者说容易喜怒无常，那这样就是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忧郁真的是一个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我们当今文明的一个重大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疾病，对。因为我觉得看蛮多那个自然医学的医生，他们会有提到一个论点，就是说很多的妇女病，不管是子宫或者是乳癌上面的妇女病，可能都跟女性她的情绪不太稳定，或者是说负面情绪比较多是比较有关系的。我觉得真的是有，以前我都比较你都不要讲这种间接关系啦，不要讲。但是现在我都总觉得我们要把一个人当个一整体来看，他有精神的状况一定会影响他。比如说他情绪一直不好，然后跟家人处得不好，或者跟同事、同学、朋友处得不好，他某种程度的自律神经就会变化，内分泌的也不协调，搞不好月经会不顺什么。或者像你讲的这些女性的毛病都来了，这些都有关系。那所以这种昼夜节律上面的这个不稳定，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什么调整？除了换工作以外，我觉得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那这个他的节律一定要把它保存住。但是呢，至于说睡多少，像我现在呢，真的睡5-6个小时就够了。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要睡了8-9个小时。那个小孩子就睡了18个小时在睡，所以这个要随着年龄而不同调整。但是呢，你一定要把它调整。像我现在真的也因为射护腺也稍微肿大，膀胱也比较没有力量，一天里面就搞个3-4次或5次出来厕所，厕所又回来。以前呢，我真的一直盯好久，睡不着会夸慌呢。明天要开刀了，明天要看病，一直睡不着。我现在只能睡2个小时我醒，但是我现在都淡然，所以我人是要训练那个定力，就是说你睡觉要营造那个睡觉的环境，床就是让你睡觉，你就不要在那里听那种噼里啪啦的音乐，你不要看那个恐怖片，你不要去用3C 的东西，也不要用蓝光的手机，那你就是把灯关掉如果要听是轻音乐。如果要看那个软性读物，那枕头要弄好一点，床的软硬要适中，然后环境的通风要良好，这个都很重要。那睡觉前不要宵夜，然后呢，睡觉前不能做激烈运动，顶多做柔软运动。睡觉前可以洗个澡，如果有夫妻的话，谈今天的检讨的事，不要吵架，这个都很重要。不要晚上吵架了，完蛋了，这一个月就报销了，对不对？我是开玩笑了，但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对，所以那个睡眠的整个环境还有都要营造，还有一些帮助睡觉的，要什么像香蕉啦，或者维他命啊，这些有时候帮忙。色氨酸，对，吃不多饭，色氨酸，这些都不错的。是，好，那我知道，当然癌症发生的原因真的是非常多啦。我们之前也提到饮食也是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昼夜节律，没错，还有压力，还有这个情绪，对，这个很重要。睡眠压力跟情绪，所以睡觉这个事情。还有昼夜的节律一定要掌握住，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要淡定，这个淡定讲好讲难呢。活在当下，要淡定，要释然，放开、放下、放心、放松，这样释放好，谢谢医生帮我们做了结论，那我们就非常谢谢张医师，谢谢。